夫君把我司库的令牌亲手赏给了醉花楼的头牌花魁，那个叫云媚儿的女人拿着他给的令牌，在揽月楼里大肆挥霍，不仅点遍了楼里最贵的席面，还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公子说了，宁念不过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花瓶，摆在家里好看的摆件而已，管不着他的事。我一气之下命人追缴了那枚令牌，让他在揽月楼里当众结不了账，被掌柜扣押了整整1日，颜面尽失。谢彦川知道此事后，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尖，语气轻描淡写：你呀，多大的人了，还跟个花楼的姑娘置气，害他被人取笑，这不像你。他没有怪我，也没有追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直到我诞辰那晚，他亲自陪我来揽月楼，点了足足几桌上等席面，还开了2坛压轿的陈年花雕，烛光摇曳，席间温情脉脉。娘子，我先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陪你过诞辰。我笑着点头，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谁知我一等便等到了华灯将近，席间的菜渐渐凉透，那2坛花雕也止于酒香。他没有回来，也没有带任何人来。我叫来掌柜，准备取出令牌结账，掌柜却弯下腰，神色为难地压低了声音：宁夫人，您的令牌已被人送来作废了，作废令牌的正是谢公子本人。我正在原处，出门前是他亲手接过我腰间的令牌。谢景川说，今日是我的诞辰，这顿席面该由他来结。当时我心头一暖，以为自己嫁对了人，可如今他人不见踪影，令牌作废，身边连个能传信的丫鬟都没有，这一切像是早有谋划。掌柜弓着腰，眼神从最初的恭谨渐渐变得不耐烦。宁夫人，您可还有旁的法子结账？小店规矩概不赊欠，上个月的事您不是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上个月的事。谢彦川把我的令牌赏给了那个花魁，让他在这同一间揽月楼里横行，还叫他当众骂我是毫无用处的花瓶。一股不好的预感悄悄爬上心头，难道这一切都是谢彦川为了替云媚儿出气特意设的局？正这么想着，楼梯口传来一阵脚步声，我赶忙转头去看，是谢彦川身旁跟着那个花枝招展的云媚儿。他站在原地，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嘴角噙着一丝冷意。宁念，你不是最喜欢让人没脸结账吗？今晚你就好好尝尝没有令牌是什么滋味。云媚儿掩口轻笑，眼波流转，语气刻薄。听说宁念是寒门出身，是走了天大的运道才被谢公子看上的，如今谢公子携了新人来瞧热闹，他却连顿席面都结不起，这就是靠着一张脸往上爬的下场，早晚有这一日。周遭立刻有人跟着起哄，就是自己的年华能开几年花，等谢公子身边有了更好的，这好日子不就到头了吗？我慢慢握紧了手，胸口的火气一点一点往上涌。谢彦川看着我，开了口，字字清晰：宁念，当日你是怎么羞辱他的？今晚我就原样还回来。我与谢彦川成婚3年，婚礼上他亲口立誓要用一生忠于我，才短短3年，誓言便被他这样毁得干干净净。外人说靠脸嫁入权贵之家，终究没有尊严，可谢彦川不知道，我嫁他是因为爱，从不是图他谢家那3瓜2枣。他迎着我猩红的眼，取出绢帕，不屑地擦拭方才碰过我的那只手。宁念，你若没有银两，我倒想看看你能如何。出门前，他取走我的令牌，说诞辰由他结账，丫鬟被支走，传信的路也全被截断。这一切早有预谋，你若拿不出银两，我不介意请衙役拘你几日。这事你对媚儿做过，怎么只许你罚人，不许旁人罚你？我红着眼死死盯着他。谢家能3年间登顶权贵，背后全靠我运作，多少暗手都得看我的面子。偃旗息鼓，本打算今晚说出来历，告诉他我并非寒门，没想到人心变得这样快，是我错看了他。谢彦川，你当真要让我带着羞辱走出揽月楼？不然呢？跪下学狗叫，我高兴了，或许能放过你。掌柜上前低声道：宁夫人，您是自行取银，还是请人代付？我扫视全场，目光落在一个熟人身上，抬步走去。那熟人不敢出头，只肯悄悄凑近，将一枚刻有宁字的玉牌塞进我手心。那是我早年布置在京城的传信之物。我低声吩咐他一句，叫他速去城东富锦年的银所通传。云媚儿冷笑：给你半个时辰，若真有人来替你结账，我咬着肉像狗一样爬出这揽月楼，绝不后悔。时辰将近，一个男人按捺不住，伸手来探：别碰我！我反手给了他一掌。他嬉皮笑脸朝谢彦川拱手：谢公子要不把他送给我？随便，只要他没银两，你随意便。众人一拥而上，我看向谢彦川，他神色平静，我们名义上还是夫妻，他却这般做事，把他的衣裳扒了。大门被人从外推开，一队黑甲亲兵鱼贯而入，将围着我的人逐一击退。紧随其后大步跨入的是镇国大将军傅景年，提着沉甸甸的银箱，径直朝我走来。宁夫人，银两送到，来得不晚吧？谢彦川和云媚儿疼得站起。傅将军，您怎么？傅景年连眼神都未分给他们，低头对我道：是
萧公子让我先来，他此刻也在路上。他抬起头，冷眼扫视四周，谁给你们的胆，竟敢对宁夫人如此无礼？傅景年的话落下，揽月楼里顿时陷入死一样的寂静。若说谢家是如今京城权贵之首，那傅景年背后的势力与人脉，足以将谢家从这把椅子上掀下去。当年谢家能一路登顶，不知多少人私下疑惑，可他们猜不到，这背后竟是被他们嘲讽的那个花瓶在暗中运筹。是我，因为谢彦川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成为京城最有权势的人，然后拿出所有的钱任娘子随意挥霍。如今物是人非，我既能让他登顶，也能让他从顶峰上摔下来。面对傅景年的震怒，再没有人敢开口，全场只剩面面相觑的眼神。过了许久，才有人压着声音，小心翼翼地开口：宁念，他真的叫到人了。那傅将军怎么可能会是他的旧识？他身上那点狼狈是有人指使的吗？云媚儿也慌了，悄悄扯了扯谢彦川的袖角。彦川，傅将军怎么会来帮他？谢彦川微微眯眼，扫了傅景年一眼，随即侧过身，将云媚儿护在身后。怕什么？有我在。得了谢彦川的庇护，云媚儿心里的慌意渐渐散去。她理了理衣裙，挺直了脊背，斜睨着我：傅将军又如何？这京城是我们谢家说了算。傅将军，奉劝一句，这是我们的家事，轮不到外人插手。当年我们谢家能压过旁人，坐上这把位子，照样能把你傅家逐出京城。傅景年淡淡的扫了他一眼，语气不急不缓：谢公子好大的口气，当年若不是看在宁夫人的面子上，就凭你们谢家早被人吞了个干净。谢家能有今日的地位，全都是靠宁夫人得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谢彦川嗤之以鼻，压根不信，但我也懒得和他们纠缠了，因为很快我就会对谢家出手，让谢彦川亲眼看清楚，得罪我宁昭华，他们担不起这个后果。我转向云媚儿，勾了勾唇：你方才怎么说的？可没忘吧？云媚儿愣了一下，随即冷哼：我是说过，你又能拿我怎么样？这里是谢公子说了算，靠着傅将军就想羞辱我，做梦！他往谢彦川身边又靠了靠，仰着头，满脸不可一世。我笑得更冷了几分。等谢家生意下滑的消息传来，我倒想看看谢彦川还能不能这般护着云媚儿。傅景年微微皱了眉，侧过头给了亲兵一个眼色。亲兵会意，以最快的速度一拳将云媚儿打倒在我脚前。那趴着的姿势，当真像极了一条狗。全场死寂片刻，随即又沸腾起来。既然是你自己说过的话，就得照着做，咬着肉像狗一样给我爬出这揽月楼。话音刚落，亲兵已端来了一盘生牛肉，血淋淋的，腥气扑鼻。云媚儿低头看了一眼，胃里翻涌，当场呕了出来，半晌才抬起头，哭着向谢彦川喊：彦川哥哥，快救我，我死也不要这样没了尊严的爬出去。云媚儿的哭嚎让谢彦川火气陡升，他猛地拍了桌子，立刻叫来手下要将云媚儿带走。顿时傅景年的亲兵与谢彦川的人交起手来，拳脚声与桌椅翻倒声响成一片。可没过多久，谢彦川的人便被一一打趴在地，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又怎么会是傅景年亲兵的对手？人家可是经过严格操练的精锐。云媚儿的脸再次惨白，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滑落。谢彦川满脸怒气，冷冷地盯着我们：傅景年，我给你3分颜色，你就想开染房？信不信我能让你一夜之间从京城消失？别为了一个宁念和我作对，那是真的愚蠢。傅景年不为所动，只是恭恭敬敬地看着我，一切听从宁夫人的安排。我笑着盯着谢彦川：怎么只许你们羞辱我，就不准我把仇一一还回去？对了，去请官媒过来带一份和离书，速度要快。话音刚落，谢彦川便爆声嘶吼：死宁念要和离，也得是我先提，你有什么资格？我不急不缓地看着他：你有没有资格？等和离书签了，你自然就明白了。对了，你父亲怕是等会儿就要破门而入，亲手打死你这个不孝子了。谢彦川猛地一愣，随即怒火更甚：你闭嘴！你算什么东西，还来打死我？宁念，我现在才知道你挺会装的，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法子让傅景年帮忙，可他能帮你一时，帮不了你一世。等他走了，你又能如何？我们说话间，不远处等候的官媒已将和离书送到，我接过来，平静的提笔在上面签了名。墨迹未干，便转手递给谢彦川：请。他冷哼一声，想也没想，抬手便签。全场登时发出一阵哗然，竟有人出声低呼：谁也没想到他真的签了。既然和离了，那就不必再替你谢家光宗耀祖了。不出半个时辰，谢家的生意便会一路下滑，直到覆灭为止。谢彦川和云媚儿先是一愣，旋即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仿佛在听什么痴人说梦的话。宁念，你的牛还没吹够，刚才拖延时间说了1次，如今有人替你结账，又来第2次，靠着傅景年的名头就想撼动谢家。云媚儿抬手指着我，满脸嘲讽：你知道傅家为何只排第2吗？那是因为谢家压着他。和离书落下印鉴的那一刻，谢彦川看向我的眼神多了一丝藏不住的厌倦。
他缓缓整了整衣襟，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宁念，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最后给你留一点脸面。你既然结了账，就赶紧跪下来，给妹儿磕个头认个错，这事便就此接过。我不由得在心里鄙夷了他一眼。云妹儿连咬着肉爬出这揽月楼的赌注都还没兑现，他倒先来叫我给他跪下磕头，这人是不是有点病？我抬手看了看时辰，勾唇冷笑，你不妨先派人去打听打听，谢家的生意是不是已经开始下滑了？谢彦川听我语气不像玩笑，脸色微微一变，不由得心里慌了一下。他刚要开口叫人出去打听，楼门忽然从外被人猛地推开，谢远庭穿着中衣，头发散乱，神色惊惶，踉跄着冲了进来，双眼布满血丝，见到谢彦川便破口大骂：孽障，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孽障啊！谢远庭一边骂谢彦川，一边脚步踉跄地朝我疾步走来，弓下腰，急匆匆地向我鞠躬：儿媳妇啊，你藏得可真深，原来你是明昭公主殿下，您是宁昭华啊！好久没有人当着我的面喊过这个名字了，宁昭华是我的真实名字，而不是宁念。当年我厌倦了皇宫里的繁文缛节，悄然出宫，微服游历，故意隐去了真实身份，只是没料到谢彦川会这般锲而不舍地追来，用尽心思让当时情窦初开的我一步一步陷进了他编织的温柔里。谢彦川猛地睁大眼睛看着谢父，随即伸手死死抓住我的手臂：宁昭华，你的全名是宁昭华，你是那个从不露面的明昭公主宁昭华。我不动声色地冷冷甩开他的手，傅景年见状，立刻从袖中取出一方绢帕，恭敬地递到我面前。这一个动作让谢彦川的脸色瞬间白了下来，他若还记得，就该想起不过一个时辰之前，也是他取出绢帕，不屑地一下一下擦拭着方才碰过我的那只手。得不到谢彦川的回应，云妹儿转头看向谢远庭，急声问道：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谢远庭也在传闻中听说过明昭公主宁昭华的名字，那是整个皇朝都闻名的人物，只是从未有人见过其人真容。如果眼前这个宁念当真就是那个宁昭华，那谢家就真的完了。他深吸一口气，看着谢彦川，咬牙切齿地开口：没错，他就是宁昭华，你可真愚蠢，竟然为了一个小贱人把他给得罪了。有了谢远庭亲口确认，不仅谢彦川懵在了原地，云妹儿也惊得失了神，全场更是如同炸开了锅，瞬间聒噪起来。什么？谁来掐一下我的肉？今晚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发生了？旁边当真有人伸手在那人身上掐了一把，疼得他连连惊叫：我的天，这一切都是真的！宁念，她真的是皇族那个明昭公主，我们刚才还对她嗤之以鼻，当众嘲讽她，我们是不是也得有麻烦了？完了，我们也得倒霉了！耳边传来各种各样心惊胆战的声音，我们刚才还帮着谢彦川和那个小贱人，甚至动手要扒宁昭华的衣裳，我们有几条命可以横？现在该怎么办啊？我们完了！一时间，满堂宾客都低下了头，各自在心里祷告，希望我不要把他们放在心上，就此忘了他们的过错。可惜我刚才说过的话，从来都不是随口一说，谁敢看我的笑话，我就把他们变成笑话。一片混乱之中，谢远庭率先反应过来，他深吸一口气，转身一脚将云妹儿狠狠踹到我的面前。来，你这个害人精，有什么能耐，敢和公主殿下作对？还敢叫人扒她的衣裳，还要让公主殿下咬着血肉爬出去？你究竟有几条命，竟敢这样横？云妹儿被踹懵了，整个人再次像狗一样趴在我的脚下，疼得说不出话。她环顾四周，没有遇见一双敢对视的眼睛，唯独这一次，没有人再敢站出来给她撑腰。满堂宾客鸦雀无声。云妹儿从地上慢慢抬起眼，朝谢彦川投去求救的眼神。然而谢彦川这一次没有看她，全程只是盯着我，眼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谢远庭怒目圆睁，对着谢彦川，声音低沉又颤抖：谢家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地位，全都是靠公主殿下得来的。我以前并不知道，后来有一回进了皇宫，亲眼见到他端坐在一众权贵的主位上，执掌权柄，从容地主持会议，我这才明白，原来我的儿媳妇竟是皇族的明昭公主殿下。他本打算在今晚说出来历，可你竟然作死，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花瓶，把这一切搞得干干净净。谢彦川猛地睁大眼睛，浑身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起来。他看了看我，嘴唇决动，张了又张，却怎么也说不出一个字。现实容不得他继续保持沉默。谢远庭低头看了一眼手中刚到的传讯，脸色愈发难看，随即急急向我求道：好，儿媳，你快让他们先停一停吧。谢家的生意如今正在急速下滑，再这么下去，谢家就要完了。我慢条斯理地整理好衣衫，眼底不带任何私人感情。我说过的，我能让谢家冲上顶峰，也能让谢家回到烂泥里。谢远庭来不及多说，猛地抬手一巴掌打在谢彦川的脸上。你还傻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给宁昭华跪下磕头认错？难道你是想亲眼看着谢家完了吗？
谢彦川终于反应过来，他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沉默片刻，随即转过身，一脚踹在云媚儿的脸上。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是你让我们夫妻反目，让谢家陷入如今的困境。来人，给我把他死死压住，让他咬着血肉从揽月楼里爬出去。谢彦川话音刚落，他的手下便一拥而上，将云媚儿按死在地上。云媚儿哭着求饶，泪流满面，眼中尽是惊慌。彦川哥哥，快叫他们放开我，这本来也不是我的意愿，明明是你说要帮我出气的，我不过是顺着你的意思，是你自己要这么做的啊！你闭嘴，明明是你勾引我去做的，还想抵赖。谢彦川甩锅甩得如此理直气壮，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云媚儿挣扎着喘气，却冷哼道：你别以为惩罚了我，明昭公主就能放过你们吗？别做梦了，那根本不可能。云媚儿说的对，哪怕谢彦川真的惩罚了他，我也不打算放过谢家，只是我暂时没有开口，静静地看着这出闹剧上演。只是谢彦川父子还没有想明白这一点，谢彦川甚至满脸傲慢地开了口：不会的，我娘子只是一时意气用事罢了，她那么爱我，不然也不会舍得隐藏身份。在谢家待了整整3年，这足以证明她心里有我，只要等她气消了，我再去道个歉，我们就会和好的。你们傻愣着做什么？她不肯爬出去就往死里打，打到她肯爬为止。在谢彦川的授意下，手下们不再犹豫，开始对云媚儿拳打脚踢，专挑她的筋骨要害处打，打得她连站都站不起来。云媚儿被打到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满堂宾客俱是噤若寒蝉，各自缩紧了身子，连大气都不敢出。我咬着肉爬出去，快叫他们住手啊！再打下去，我的腿就断了。为了保住这双腿，云媚儿终于舍得兑现她亲口说过的那句话。她心不甘情不愿地伸手舀起一块猩红的生牛肉，颤抖着含在口中，像狗一样发出呜咽声，一步一步从揽月楼里爬了出去，一直爬出了大门，消失在夜色里。全场沉寂了片刻，随即爆发出一阵复杂的低语声。解决了云媚儿，我转身准备离开。谢彦川见我要走，赶紧上前伸手拦住我的手臂。昭华，你要去哪里？我已经惩罚媚儿了，以后绝不会再让别的女人让你难堪，你跟我回去好吗？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谢公子，你脑子是不大好使吧？我们已经签了和离书，你忘了？麻烦自重，下次见面别再认错人了。我甩开他的手，抬步便走。就在这时，楼外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随即有人大步而入，是萧寒。殿下，你当年不肯与我联姻，就是因为他吗？切，你眼光真差，他哪里比得上我？不说别的，就说容貌，他能及我几分？还有气度，更是差了10万8千里。更重要的是，我对你可是10年如一日的真心，而他呢，才3年就移情别恋了。萧寒的到来让满堂宾客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或许没有见过宁昭华的真容，却无一不识得这位北境萧家的萧寒公子，天下闻名的少年将帅，传闻中高挑英俊，风姿卓然。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谢彦川这个级别在萧寒面前根本不够看，尤其是2人并肩而立，高下立判，谢彦川简直被他秒得彻底。谢彦川终于有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他心里很清楚，和离后又对我做了那些事，想再挽回已是难如登天。谢彦川死死盯着萧寒，压着声音问道：他是谁？萧寒斜了他一眼，满眼鄙夷，懒得多费一个字。我是谁？还用问？当然是他的未婚夫。你们和离之后，他休想再嫁给别的男人。我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萧寒就是这样的性子，直截了当，从不藏着掖着，什么话都敢当众说出口。走吧，我很久没有回家看望父皇和母后了。谢彦川追了出来，脚步踉跄，神色狼狈。宁昭华，那我谢家呢？还有我又该怎么办？我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就按我之前说的，至于你和离了，还关我什么事？谢彦川终于失声哽咽，眼泪顺着脸颊无声滑落。如果我没有因为云媚儿的事让你难堪，也在中途叫人放了你，你会不会原谅我？我转过身看着他，如果我不是明昭公主，你会知道自己错了吗？你会惩罚云媚儿吗？这一句话将谢彦川噎住，他嘴唇颤动，喉咙发紧，盯着我的眼神里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惶恐，久久无法开口。我没有再度停留，带着萧寒直接走了出去。人生哪有如果，错了就是错了，永远没有回头路。离开揽月楼的那一刻，夜风卷着深秋的凉意扑面而来，我抬手将鬓边凌乱的碎发别到耳后，停在门槛上缓了片刻，身上的锦衣沾了酒渍，蹭上了些许褶皱，却掩不住骨子里那股沉淀多年的气韵。萧寒将自己的外袍脱下，不动声色地轻轻披在我肩上，指尖触到我微凉的肩头时，动作放得极轻，好像怕弄疼了什么。昭华，委屈你了。
我摇了摇头，抬眼望向华灯初上的京城长街，万盏灯火连绵，映在眼底，却无半分暖意。不委屈，早看清早解脱，总比耗到最后万劫不复的好。萧寒扶我上了马车，车厢平稳地驶入喧嚣的街道，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沉稳而有节律的声响。我靠在车厢内壁，看着窗外的灯火渐渐向后退去，深吸了一口夜里带着凉意的空气。他余光扫过我，沉声道：“谢家那边我已让人盯着了，生意跌得厉害。谢远亭这一晚急得团团转，来来回回派人送了不下10封求和的书信，都被我叫人拦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留情。”我靠在车厢内壁，慢慢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谢彦川那张惊慌失措的脸，还有他最后那句梗在喉咙里始终没能说出口的话，心里只剩一片漠然。当年我帮谢家起死回生，给了他们一路登顶的机会，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珍惜，亲手把路走绝了，怨不得旁人。马车在夜色里平稳地向前行，一盏一盏的灯火从窗边掠过，渐渐稀疏了。车子驶入一处隐僻的宅院，这里是我在京城的私人别院，比谢家那座张扬炫目的大宅清雅许多。彩月早已守在院门口，见我回来，眼眶瞬间红了，快步上前扶住我，声音微哽：“小姐，您可算回来了，您没事吧？”“我没事。”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让厨房准备些清粥小菜，简单吃点就好。洗漱过后，坐在窗边，端着一碗温热的小米粥，一口一口的喝完，连日来紧绷着的那根弦终于稍稍松了开来。彩月将一份账册和信报递到我面前，上面是谢家商号最新的市价走势，每隔1刻钟便下跌一截，几乎没有半点回升的迹象。账册下方是一叠传信，是城中各方商号的议论。谢家的根基在短短半日之内已折去近半，众人纷纷撇清干系，生怕沾染上这烂摊子。小姐，谢老爷方才又叫人送来了厚礼，还有他亲手写的道歉信，都被奴婢让人原封退回去了。彩月顿了顿，又道：“还有谢公子今日先后派人送来了数十封书信，都被奴婢压下了，没有呈给您。他说他知道错了，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淡淡的瞥了一眼那几封信的封面，没有展开，内容无非是一时糊涂，被云媚儿蒙蔽，心中从未忘过我之类的话，只觉得无比讽刺。3年的相伴，他竟从未真正了解过我。他以为区区几封道歉的书信便能抹平所有的伤害，以为我还会像从前那样被他3言2语哄得心软。他想得太美了，不必理会。我放下汤匙，抬起头，传话下去，让京城所有与谢家有往来的合作方即刻终止一切合作，不得拖延。若有人手鼠两端，一律视为谢家同党处置。另外，把谢家这些年借着皇室势力所做的那些不法勾当仔细整理，全部整理成铁证，以交有司。彩月应声退下，萧寒坐在一旁看着我，缓缓开口。萧寒说：“昭华，你这是打算彻底让谢家万劫不复？是他们先对我下手的。”我抬眼，眼底闪过一丝寒意。谢彦川在揽月楼里纵容云媚儿，羞辱我，甚至撺掇那些人当众对我动手。他当时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我宁昭华的底线不是谁都能随意触碰的。萧寒沉默片刻，点了点头，没有多言。他起身从茶壶里倒了一盏温茶，轻轻放到我手边。累了就早些休息，这里的事我帮你盯着。我端起茶盏，手心感受到茶盏传来的暖意，沉默地喝了一口。屋外谢家的风雨才刚刚开始，一夜无话。次日清晨，窗外传来几声鸟鸣，将我从浅眠中唤醒。刚洗漱完毕，傅锦年便命人送来了传讯：“宁夫人早安，谢家今日一早发布了紧急公告，说愿意将名下3成产业悉数转让给您，只求您手下留情。另外，谢彦川今早便守在属下营所门口，说要亲自来向您请罪，已被属下拦下。”我轻笑一声，垂眸望着信上的字，提笔回道：“谢家的那些产业，现在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堆废纸。告诉谢远亭，想让我手下留情，可以让他亲自带着谢彦川去我哥哥的墓前磕头认错，磕到我满意为止。我的哥哥林昭明，宰府独子，我与他相差3岁，自幼便在翰林院一起长大，感情比寻常兄妹更深。当年他为了帮我前去南城考察，亲自押运货物北上，却在途中遭遇劫匪，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而所谓的劫匪，实则是谢家为了壮大在南城的产业，暗中布下的毒手。那一年他才23岁。这些年我在京城隐姓埋名，一方面是为了慢慢考察谢彦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调查他的真实死因。傅锦年接了命令，照办去了。彩月走进来，俯身道：“小姐，萧少爷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说今日要带您去看看京城的几处产业。”我点了点头，下了台阶。萧寒正靠在马车旁，双手交握，悠然等着。见我走来，眼中闪过一丝惊艳，像是他见到我每次都有的那个反应，始终如一。我笑了笑，坐上了马车。萧寒驾车平稳地驶向京城腹地。
这些年，我虽以宁念的名字藏身于谢家，却从未停止过在京城的暗中布局。揽月楼只是其中之一，手下还有不少商号、货站与田产，悉数在我的掌控之中。只是谢彦川始终不知道，谢彦川从来没有察觉，他始终以为我不过是依附于他的一个花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少了他便寸步难行。马车停在京城一处新建的商号门前，这里是我旗下的一处产业，院落阔朗，店面气派，负责人早已立在门口，迎候见我到来，恭恭敬敬地迎上来。您夫人，您来了。我点了点头，与他并肩走进商号内堂。负责人向我详细汇报着进来的情况，萧寒跟在我身边，不时低声帮我补充几句，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在这时，外头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我回过头，只见谢彦川衣衫不整，头发凌乱，双眼布满血丝，正拼命地挣脱护卫的阻拦，朝我这边猛地冲来。昭华，宁昭华，他的声音沙哑，已经嘶吼出了裂缝。你见我一面就一面，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护卫死死地拦着他，他却依旧拼命地挣扎，眼中满是悔恨与哀求。昭华，我不该被云妹儿蒙蔽，我不该对你做那些事，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愿意把谢家的一切都给你，只求你原谅我，只要你回来，我什么都愿意。周围的伙计和过往商户们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张望，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我皱了皱眉，转头对护卫道：把他拖出去，以后不许他再靠近这里半步。是，宁夫人。护卫应声，几人上前拖着谢彦川便往外走。谢彦川却依旧不死心，双脚在地上挣扎，拼命回头嘶吼：昭华，我知道你还爱我，你当年能为了我放弃了皇宫的生活，你不可能不爱我。我冷冷地站在原处，看着他，直到他的身影连同那一声声嘶吼一并消失在视线之中，才收回目光，平静地转向负责人，继续汇报。只是经此一事，我也没了继续考察的心思。萧寒看出我的不悦，靠近我，低声道：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好好散散心。萧寒带我去了京郊一处温泉别院，这里山清水秀，远离尘嚣，泡在温热的泉水里，一整日积压的疲惫消散不少。萧寒坐在一旁，望着水面，缓缓开口：昭华，其实谢彦川到现在还以为你当初是因为爱他才会隐姓埋名留在他身边，他从来都不知道你从一开始就带着目的。我抬手拨弄着水面，溅起一圈圈涟漪，良久才道：是啊，他太自负了，总觉得宁念能嫁给他谢彦川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却从未想过我到底是谁，又为什么会看上他。当年我刚踏出皇宫，谢彦川便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他温柔体贴，出手阔绰，对我百依百顺，让出来京城举目无亲的我有了一丝久违的归属感。再加上他当时表现出来的上进心，让我觉得他或许是个值得托付的人，便决定隐姓埋名，就这样留在他身边。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他，看看他是否真的值得我宁氏皇族倾力相助。我利用皇室的势力为他铺路，帮他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让谢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一跃成为了整个京城的权贵之首。可我没想到，随着地位不断提升，谢彦川的野心和虚荣心也越来越膨胀。他开始嫌弃我出身不明，觉得一个来历不明的宁念越来越配不上他这个如日中天的家主。身旁依附而来的莺莺燕燕渐渐多了起来，云妹儿不过是其中最跳脱的一个。我不是没有察觉，只是一直在等他回头。这次他把我这最后一点侥幸心理也斩断了，让我没有了任何顾虑。而我的诞辰就是最好的契机。他为了帮云妹儿出气，不惜设局，在众人面前当众羞辱我，却也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不再有任何留恋。泡完温泉，回到山庄的房间，彩月传来消息，云妹儿被谢彦川抛弃之后，又被那些曾经围着他鞍前马后的人落井下石，身无分文，还遭人追债。云妹儿最终流落街头，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据说如今靠着在市集里捡些剩菜烂夜度日，曾经那副骄横不可一世的模样，如今一点影子都不剩了。而谢远庭为了保住谢家，当真带着谢彦川去了我哥哥的墓前，父子二人跪地磕头，足足磕了2个多时辰，额头都磕破了，血流不止，却依旧没能换来我的松口。我哥哥的命岂是几个响头就能抵的？那个用毒手害了他的谢家，如今只是开始还债罢了。谢家欠我的，欠宁氏皇族的，我要一点一点的连本带利讨回来。我站在宅院的窗前，看着京城方向，静静的等。日子一天天过去，谢家的情况越来越糟，合作商号纷纷解约，钱庄上门催债，官府也介入调查。谢氏商号终于撑不住了，宣告覆灭，家业清算。谢远庭受不了这个打击，突发急症，昏迷不醒，成了躺在病榻上的活死人。谢彦川就这样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权贵之手，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谢彦川变卖了所有的宅院田产，只为给谢远亭筹措医资，却依旧杯水车薪，捉襟见肘。这段日子里，他试过无数种法子想要见我，每一次都被我挡在门外，连一句话都没有传到我耳边。他甚至不惜亲自赶赴南城，想求宁家的长辈出面说情。可宁氏皇族的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连门都没让他进，直接将他扫地出门。这一日，我换了一身锦衣，陪着萧寒去参加一场京城权贵的宴席。宴上名流云集，我以明昭公主殿下的身份出席，自然而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曾经那些看不起我出身的人，此刻纷纷凑了上来，满脸堆笑，争相与我攀谈示好，脸上那副谄媚殷勤的笑容，与当初在揽月楼里对我冷嘲热讽时的模样判若两人。我从容应对，举止优雅，言谈间谈笑风生。萧寒始终站在我身边，全程护着我，眼中的温柔藏都藏不住。偶尔有人靠近我一步，他便不动声色地微微侧身，悄悄将我挡在了身后。宴席进行到一半，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骚动，只见谢彦川衣衫褴褛，头发半白，脸上布满沧桑与疲惫，与几个月前那个意气风发的谢家主判若两人。那个样子让宴上所有宾客都停下了手中的茶盏，齐刷刷地望了过来。他不顾护卫的阻拦，拼命朝我跑来，嘴里大喊着昭华。护卫们奋力拦截，他却硬生生地冲破重围，跑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哭着哀求：昭华，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救救我父亲，求你给我一条活路，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想陪在你身边，做牛做马也愿意。周围的人纷纷侧目，指指点点，眼中满是戏谑与鄙夷。我低下头看着他，眼中没有半分波澜，轻轻挣开他攥住我衣角的手，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谢彦川，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像什么？他抬起头，满脸泪痕，眼中满是哀求。我像条狗，我就是条狗。昭华，求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我冷冷的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在你纵容云媚儿羞辱我的时候，在你打我的时候，在你眼睁睁看着那些人对我动手，却无动于衷的站在一旁的时候，你想过会有今天吗？我那是一时糊涂，我是被云媚儿蒙蔽了。谢彦川哭喊着：昭华，我心里从来只有你，我爱的人一直都只是你。我轻笑一声，笑声里满是讽刺。你的爱太廉价了，我受不起。谢彦川，你记住，是你自己亲手毁了我们之间的一切，也是你自己把谢家一步一步推上了绝路。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那3年里，你所有的温柔和体贴，不过都是哄着工具干活罢了。我顿了顿，目光扫过他苍白的脸，一字一顿道：还有，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爱的只是我背后宁家的势力，只是那个能帮你登上顶峰的工具。如今工具没了，你又想回来求我，你觉得可能吗？谢彦川的脸色瞬间惨白，整个人颓然瘫坐在地上，眼中那最后一点残存的光芒一点点熄灭了，嘴唇齐动，颤颤巍巍，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护卫上前将他从地上拖起，一路拖了出去。他的嘶吼声与哀求声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宴席之外的茫茫夜色里。宴上的宾客们沉默了片刻，随即低下头，各自端起茶盏，再无人提及此事。萧寒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声音很轻：都过去了。我点了点头，抬眼望向殿外夜空里的繁星，心中一片澄澈。是啊，都过去了。那些不堪的过往，那些痛苦的回忆，都随着谢家的覆灭烟消云散了。宴席散后，萧寒送我回府，马车行驶在深深的夜色里，四周寂静，只有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他忽然开口：昭华，你看今晚的星星真亮。我抬眼望去，夜空之中繁星点点，璀璨夺目，像极了我此后的人生。昭华，萧寒勒住马，转过头，眼中满是认真。我等了你10年，从年少轻狂到如今，我从来都没有变过。谢彦川已经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在你身边，护你一生一世？我看着他眼中的深情与执着，心中微微一动。10年，萧寒陪了我整整10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默默守护；在我隐姓埋名的时候，他替我打理南城的一切；在我被谢彦川羞辱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赶来撑腰。这些年，他的心意我不是没有感受到，只是一直沉浸在复仇与布局里，忽略了身旁这份温暖。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好。萧寒的眼中瞬间绽放出明亮的光，他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好像生怕一用力就会碎了什么。窗外晚风轻拂，带着淡淡的花香。我靠在他的肩头，看着满天繁星，心中充满了希望。而我，明昭公主宁昭华，终于摆脱了过往的阴霾，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往后的路有萧寒相伴，有宁氏皇族为盾，繁花似锦，万丈光芒。